你有50%的机会能取走永儿的性命。我还真想试试。可你也会死。我觉得这样的代价不值得。是啊，还是活着比较重要。唉，虽然我现在真的很生气。你们的那位神医破坏了我们的计划。计划？你们可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什么计划。在我闭关之前，我曾和他们说过，不要妄动，好好开着医馆就行。可为什么医馆开着开着，就引来了杀身之祸？大家长，这一切呀，都是误会，只是发生了一些突然的情况。但是，我们现在很好奇，是否大家长和苏家家主选择了不同的盟友？苏沐雨确实不知道我的选择，他到现在还是一心选择琅琊王，但是我不认同这个决定。琅琊王确实能够给到他想要的帮助，但是给不到我的，因为我要当江湖上的第一。从初见到大家长起，我便知道，大家长，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。这是真言蛇，是别人从男爵给我送来的礼物，拥有奇毒，见血封喉，但性格温和。当你在平日里触碰它的时候，它不会有任何的异动。可若在你触碰它时说出谎话，那么即便是再细微的变化，它也会感受得到，转头一口咬向你。大家长，可敢一试？有意思的东西。为何你与苏家主选择不一样？为什么没有选择琅琊王？因为和大皇子一样，既已身居高位，那么下一步一定是巅峰。琅琊王再如何帮我们，那江湖的第一仍是雪月城。可如果你扳倒琅琊王，那么暗河便是江湖的皇。还真是敢说呀，江湖的皇，真是大大的僭越。那么，如果苏沐雨阻挠我们的计划，你会杀了他吗？杀了苏沐雨？不要问这么过分的问题。哎，很值钱的。不管大家长愿意杀谁，不愿意杀谁，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那么便已经足够了。接下来，我会同大家长你说出我们的计划。希望你们的计划不要让我失望，我的耐心有限。这便要从当今圣上登基时说起。这酒好啊，就是不太经喝。今夜的大家长
看来喝了不少。因为今夜我千杯不醉。虽然听起来是有几分无耻的计划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但和我苏昌河很配啊。那么大家长，这座天启城会是你的。大哥，你自出关之后，好像变得不大一样了。混属，我才出关多久？这同时间长短没什么干系，便是觉得你好像瞧起来更难以琢磨了。是因为阎魔掌吗？方才那木老头说，不必担心，我自有数的。你大哥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骗我啊！你说你找了个好去处不愁吃喝，结果我便来了暗河。那还不是怪苏沐雨那家伙。不过你啊，都那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同小时候一般，絮絮叨叨的，忧心忡忡，不知何时才能独当一面。但也无事，只要你大哥在一日，你就一直站在我身后也没关系。那么，我们现在要去找宇哥他们吗？不去了，也别告诉他们我已经出关了。今夜我就好好走一走这天启城。大哥，这一切真的不用跟宇哥讲吗？他不会同意的，我自有我的计划。可是查到他们的下落了。他们自认为善于躲避，可是天启城中我这一脉同样姓穆，我们也善于追踪。殿下已查到苏沐雨他们的藏身之地。报殿下，典彦将军传来消息，陛下已授予他权限，可全城搜捕将军府刺客，缉拿后可就地斩杀。还真是有意思。可是我们前脚刚见完苏昌河，后脚就对他们下手，会不会太……苏沐雨做什么，他苏昌河管不了。那么飞虎将军想做什么，我一个大皇子怎么控制？把那处藏身之地的所在告诉舅舅，让他放手去做吧。好。大皇子殿下，殿下，陛下有请。苏沐雨，涅槃重生，你将会变得更强。狗爹！放心，他没得死。狗爹，你还逞强！神医，这书如何了？吴太，吴大爷便好。来了好多人，除了金无畏，还有别的高手正往这边赶来。你们带着苏沐雨、哲叔还有神医先走，
我留下来拖住敌人。只有你一个人，太危险了。如今大家长不在，苏家主也晕倒了，那么暗河便是我最大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给我走。你们先把苏沐雨和哲叔扶起来。穆家主，为何不一同走？一起走的话，很快会被他们追上，而我留在这里用迷雾阵法拖住他们，他们会以为我们所有人都还留在院中。放心，我自有保全之法。可是，走啊！你们留在这里，所有人都会死啊！你怎么还不走？因为你说过，你的阵法配上我的用毒，才是天下无双。错了，是我配你，才是天下无双。师父，我们为什么又回到药府了？最危险的地方，便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先暂时在这里休整一下。也不知道穆清扬那边怎么样了。放心吧，穆家主有许多保命之法，应当无碍。待你们身后无人追踪，没有后顾之忧，我和银虎便去婉儿姑娘家探查。那我们便先守好苏沐雨，待她醒来再想想办法。你的棋艺更精进了。上回同父皇侄子对弈，还是在母妃薨逝之前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有进步是应该的。毕竟，没有人会一直留在原地。人也好，棋也罢，都要往前走。确实啊，咏儿的话比以前多了很多，这奇招也大胆了很多。可是错的棋局，一直下去，便会满盘皆输。孩儿，儿臣不怕输，怕的是没有落子的机会。父皇平素总与弟弟们对弈，但儿臣今日这一局，却是因为这么多年我努力朝前走，才挣来的。若是我不挣，或许父王早就忘了我这个儿子，也就没有今日这盘棋了。儿臣明白，您也有您的算计，您也在赌。不下了，不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儿臣告退。毕竟是顾的第一个孩子，待到尘埃落定，顾，我
为一次，留你个不死的后。是毒阵，和那日在药府之外的一模一样。看来暗河这代穆家也有着令人敬佩的年轻人呢。穆叔公，你可有办法破阵？交给我吧。这阵法外面同样有个精通阵法的高手，我们的毒阵撑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我的武功只会拖累你，你自己先走吧。不如我们来补上一卦。若是桃花面，那便说明我们能顺利离开这里，赶在雨末之前办星落月影阁的第一场婚礼。若最后是见面，那便说明我们只能一起死在此处。来生再求重逢了。什么婚礼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要胡闹了。来。这算什么？这便叫逢凶化吉。看来你是一枚弃子。弃子吗？可是我的身旁有人。弃子都是孤子，但我不是。不仅不是，我还要为我身旁的心上人杀出一条血路。3尺，不见口鼻。青儿，你不许死！你若是死了，我就不答应你在星落月影阁成婚。如果我不死的话，你别答应我了。青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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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哭。
就是想逗你笑笑。会不会说话呀？哎，等，读。忍者多劳嘛。啊，我死掉了。我的第3件事情，就是告诉雪薇，我喜欢她，而且喜欢很多年了。要入冬了。昨夜南城小巷燃起了一把大火。连月呢？唐连月跟蜘蛛女昨晚就出了天启城，似乎那群从万丈渊中逃出的所有世家子弟，都偷偷跑去了城外集合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调走了他们。那雪月剑仙，可愿意帮我？我遵我母亲之意，只负责保护你，其他事情，她让我都不要听你的。哎呀，有人在这天启城里下药人之毒，你应该知道这药人之术有多可怕吧？我自然是知道的，可药人之毒，可怕的在于战场，而不会是天启城。所以药人之毒只是对方虚晃一招，他们想利用药人来分散我们的战力和注意。现在真正应该担心的是龙峰卷轴。哎，你说，如果那龙峰卷轴真的现实，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，但是我不想当，会怎么样？地位不正，凡龙之血皆可得，会天下大乱。如今南面狼牙军已经陷入了苦战，而父亲也危在旦夕。天启城的几大守护也全部被调走，你的身体又成了这样。又逢大朝会，所有的将军王侯都会齐聚天启。若真有人有心引导，若真天下乱，你镇不住。雪月剑仙，你第一句话说的特别对，那就是现如今这龙峰卷轴确实是更需要去解决的麻烦。可是呢，我寻了这么多年，一直也没寻到，所以我只能等到他们按耐不住的那一天。他们想利用大朝会做文章，我只需要抓住机会，在龙峰卷轴问世以前把它截住就好了。所以啊，刚才有一点你说的不对，那就是在天启，无论何时，天下大乱，我萧若风永远镇得住。如何？穆家主他们人呢？婉儿姑娘家已被完全焚毁，如今整条巷子都有金吾卫守着。他们说，院中贼人已被尽数诛灭。那穆家主和雪薇姑娘，金吾卫看守严密，我们未能寻到机会溜进院中，也就没有看到尸体。或许，那只是他们放出来迷惑我们的消息。若他们逃了出来，应当早就来寻我们才是。
将附近也都围了起来。也是金无畏他们吗？不是，装扮不像。在下内卫司统领贾峰，受琅琊王殿下之命，前来保护诸位。我以内卫司查案之名，已将附近的3条巷子都封锁了起来。不管是金无畏还是大理寺，他们都无法进入此处一步。既是来查案的，那我就问你们琅琊王殿下，要一个人。神医，请说。金无畏副统领李仙之子。贾峰明白。告辞。苏沐雨，穆家主和雪薇姑娘他们昨夜留在了那处小院之中。怎么了？什么？蜘蛛！蜘蛛！寻踪蛛！寻踪蛛！寻踪蛛！上一次在万丈渊被咬的是不是你？是。当时还以为是自己倒霉。快跑！走啊！快走！成事不做，去跟外面的守卫说，跑！想跑，已经晚了。蜘蛛女，是我。就算你发出令箭也没有用。此处山庄中的所有人，已经都被我解决掉了。不愧是出自唐门的玄武石，加上暗河的蜘蛛女，还真是杀人于无声无息。随我出去，把一切都交代了。小心！长言一空，皓月千里。诸位，在下先行一步。中了蛇毒3寸灰。这里的人怎么处置？我会传令让内卫司派人将此处封锁。这些人身份太过特殊，暂时不能让他们回到天启城。殿下，凤溪山庄遇袭，周遭已被唐灵月带人封锁，皓月君中了蛇毒，已死。明白了。殿下似乎并不在意。一群棋子罢了。既然是棋子，落在谁的手中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退下吧，就让他们拿着这一堆烫手山芋，好好体会一下手足无措的感觉吧。是。大朝会马上就要到了，王侯将军们都在陆续入京，那些支持我们的力量将会齐聚在天启。只要再用上那件东西，
这亦是将我们的敌人一网打尽的最佳时机。距离最后拔刀的时候，已经不远了，舅舅。昨夜你从皇宫归来，他可有说什么？说什么都不紧要了，舅舅。他既然没有将我扣留在宫中，便说明他是默许我的动作的。他或许也在期待着我与琅琊王一战。一个不受重视的皇子，一个功高盖主的王爷，怎么算，对他来说，都不是一笔亏损的买卖。我这位父亲呀，生性多疑，多情又无情，天生的帝王之才。永儿，我永远都记得我母妃病死的那一日，凄冷的宫殿，冷漠的眼神和那些虚假的哭泣声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便已经在准备这一天的到来了。我要拔剑斩断所有的不公，我要夺回原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我要立于神之巅。金无畏一直守着巷子不走，我们蹲守了半日才找到机会，在内卫司的帮助下，我们前进了院中，将穆家主提前藏好的重要物件都取了过来。还是没有找到尸体。没有，只找到这个。让门外那些内卫司传信给琅琊王，合作之时我会竭尽全力协助他，但除却合作外，万和如今于天启留下血仇，当与天启城报德后再离开。若与琅琊王计划相悖，让他勿要阻拦。领命。怎么回事，宇哥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从婉儿姑娘那里回来，发现整个院落都被烧毁了，而且回来的路上，里里外外都是内卫司的人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昨夜那处据点被发现了，我们遭到了夜袭。当时哲叔刚用神鬼涅槃弓为我疗完伤，我们无力一战，只能暂退。青阳和雪薇留下来殿后，他们没能回来。什么叫没能回来？宇哥，曾经的我们，同伴的生死，好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。但现在真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吧？前往彼岸的路上，我们究竟还会失去多少同伴？长河呢？他在哪里？我已经让萤火他们去唤他回来，如今不是闭关的时候了。
宇哥，大家长已经不在密室中了。不在。也就是说，他明明已经攻城出关了，却没有立刻回来找我们。他去哪儿了？宋玉，他有过这种擅自行动，却没有告诉过你的时候吗？记忆之中，只出现过一次。哪一次？当初昌河要杀大家长，夺取绵龙剑之时。是否大家长另有打算？大哥，穆家主和雪薇死了。大哥，我听到了。可如果我们要是在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死。我们是暗河，是杀手，生死对于我们而言，本就是朝夕之间的事情。所以在大哥心中，我们暗河的子弟，仍然还是所谓的杀手吗？我们仍未走到彼岸，也没有摆脱他人的控制。你听明白那日大皇子的计划了吗？他想趁大朝会的前夜，让那些因自家子弟成了要人而被要挟的将军王侯，在天启城发动暴乱，同时亮出龙峰卷轴，让龙峰卷轴和要人之乱同时出现，然后嫁祸给琅琊王。最后自己再出手平乱，杀了琅琊王，以此吞并琅琊王的势力，铺平自己的夺权之路。是啊，这个计划若是几个月前和我说起，我只会当一个笑话。可琅琊王目前也似乎进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，战场之上，雷梦莎败退洛雷山；朝廷之上，皇帝也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他，而他的身边，几大守护也纷纷离去。所以大哥，你就选择了更有利的一方吗？唯利是图，从来都是我最大的优点，不是吗？只是这让天下都震颤的琅琊王真的会这么弱？是不是我们暗河也在被他利用？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，琅琊王他在示弱？查理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你去逛逛这天启城吧，因为我们也要马上就离开了。确实是一座令人垂涎的城池，尤其是这入夜之后，倒似是那天上什么来着？天上白玉京，12楼5城，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天启城到底是天启城，独自一个人坐在高楼上看着月亮，结果一个转头就碰上了一位剑仙，雪月剑仙李寒玉。你要再敢动一下，我的这把剑恐怕就要见血了。雪月剑仙为何来天启城啊？那大家长又为何来天启城？我们可是为了同一个人而来，琅琊王。大家长锋芒愈盛，几日之后若有机会，再试一试高下。外面内卫司的人传来的消息。果然，
李正启，你在哪儿？李正启。 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你怎么对得起我们李家的列祖列宗？废物！你简直就是废物！难怪李的儿子寻求这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力量。那人看着他护着自己儿子的力量，还以为会是个慈父。父亲，我一定会拿下吉林演武的，我一定会拿下副将之职。 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。也罢，我来此不是为了窥探你的过往。怎么样？现在你的筋骨已经完全稳固了吧？哲叔，为何你不用吃药啊？我又没受伤，我吃什么药了？哼，我不过是给你传了点我的功力，更何况我那个女还帮我试过针。我现在这个感受啊，哎呀，那是爽快得很呐！哼，哦，他跟我讲，这个神鬼涅槃功。 带来的那种长久性的功力反噬，往后他会帮我慢慢的调理好的。再不济，不是还有那个小十字吗？哼！若是后续无碍，那我便能放心了。哎呀，这都是以后的事情啦。他跟我讲了，等这个天启城的事情了了以后，他就要带我回药王谷。他讲啊，那可有几间茅草屋，还有一些牛羊。 和一片菜地，这个日子呢过得是枯燥无趣，但是好在啊，还有一片全是整齐草药的这个山谷，以及这个天底下第一的药王。哦，他还讲啊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合力，哼，哪怕是这个河伯无常来索命，那也要等个几十年不？你觉得啷子啊？我觉得没问题。两位神医同时医治，哲叔定能完全康复。哎，不是，我讲的不是这个，我问的是，你觉得回药王谷怎么样？你不去吗？好。成为药人之后，竟是这种感觉，实在是令人惊骇。今日就先到这儿了。苏沐雨，师父，没事。 李正启没有见过苏沐雨，所以方才那不是他的心魔，是我的心魔。龙凤现，天地变，风云起，狼牙定。龙凤现，天地变，风云起，狼牙定。龙凤现，天地变。把嘴给我闭上，都不许唱了，散了吧。 真是没完没了了！王爷，明日便是大朝会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何
今日满大街的小乞丐都在唱那句歌谣，大街小巷的墙上也被人涂满了这些字。坊间都说，明日的大朝会便是你琅琊王在百官面前登基的日子。那还真是很合适啊！百官之前，天命所受，众将拥戴，便是帝辛、东夷。还有，王爷麾下的好多将军啊，都传来密信了。说了什么？嗨，那是他们给王爷的密信，我怎么敢看？都在王爷书房里放着呢，我去拿过来。不必了，一会儿啊，把这个火盆拿过去，一把火都烧了吧，一个字也不要留下啊。是。可让他们去拿那个东西，放心，苏沐雨既然答应了，他必定会全力以赴。这一次，是我连累苏沐雨他们了，所以他们要做的事，我们要做的事，都一定要做到。去把我的球衣拿来吧。王爷要出门，该入宫了。这一次，婉儿姑娘好心帮我们却害得她家都被烧了，真是有些过意不去。师父，宇哥就猜到你会这么说，所以趁你配药的时候，特地交代我了，说暗合之后会陪婉儿姑娘一个大寨子。反正嘛，那黄泉当铺里有的是钱。师父，这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吧？这次药成，那药人之毒就可以解了。自然。师父，为什么要分2壶药啊？我看这里面药材都不一样。你那边那么浓，而我这边清澈的就像是泉水，我还以为我就是在烧水呢。这一壶是治疗药人之毒，而那一壶我自有用处。原来如此。宇哥。就在今夜，长河如今还是没有消息。宇哥，今天暗河岂不是只有你一人出手？是的，今夜便只我一人，斩鬼灭影破光，然后我们离开天际。新的暗河便将于明日出现在这江湖之上。你不让我一同前往，是因为今夜必定十分凶险。是，今夜之事会很凶险，生死只在一瞬之间。可这是我带领暗河选择了这条路。所以，当陆行之顽石阻拦之时，也当由我持剑避开。你这个人看似温柔好说话，可真要下定了决心，100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不过宇哥，你跟之前有很大不同。一定要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夜风寒凉，外面又有鸦叫，为何不关上窗子，挡住这晦气？晦气，那是送给琅琊王的晦气。
我正在听这些乌鸦为我这位皇叔鸣叫丧曲。今夜过后，琅琊王便是史书上遗臭万年的一页纸，意图谋逆，然后为了要挟朝中重臣，绑架他们府上的公子，还给他们下了毒，更是意图利用这些公子，打造一支不眠不休的军队。啊，真是恐怖啊！而我们，则是为了阻止谋逆不得不出手的忠义之辈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输了，因为他气数已尽，孤立无援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白日里，和我们一起为大皇子办事的皓月君死了，是任务失败后死于蛇毒，用来灭口。所以你这孙儿是误伤其类，兔死狐悲了。哎呀，母兄，慎言。哎，都是一家人说话，顾虑那么多做什么？殿下有事唤你，莫叫他等急了。那爷爷，两位叔公，我先告退了。母兄啊，快，请坐。等明日殿下坐上那个位置，我们立下从龙之功。你这孙子可以随新的柱国将军，也就是典将军出征时，便能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。可是谢兄、穆兄，正如这孩子所顾虑的那样，大皇子真的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对象吗？为何不是？大皇子乃天皇贵胄，皇室正统，正乃光明所在。还有比他更好的选择吗？唉，更何况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玄武使，我若成了怪物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玄武使，现在怎么办？若他们真死在这里，这罪怕是落在咱们内卫司头上了。解药到了，多谢。解药到了，给我解药。你闹事，最后一个指，控制好他们。我看他们现在的状态不太对劲，一人一口，不必多喝。是。多亏雨墨姑娘及时到了。我只是个送药的，要谢，应该感谢白神医。小神医，药好了，已经好了。这是我千辛万苦才熬制出来的。雨墨大美人，你可一定要护好。放心，这药该如何服用？一人只需服下1口，药到病除。多谢。他为了炼制此药，耗费了很多心神。待此事结束，我定登门感谢。再给我点，再给我点。怎么会这样？这解药有问题吗？我们药王谷炼制的解药怎么会有问题？又是。是啊，又是我。还有你的好师兄。
师兄，小师叔虽然已经解了这些人身上的毒，可只有将毒主的毒也解了，或者是彻底杀死的时候，才算是真正的结束。小师叔没有看过那本书，所以他不知道这件事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而你也该去死了。可惜了，本以为小师叔也在此，还想将他除掉的，那就杀了你们吧！你认得他是你的师兄，可他却早已不认得你为何人。这样的厮杀，可真是令人感到兴奋。闭嘴！没事吧？为何不用你那3道暗器？若真不顾一切，使出我的所有暗器，就算能赢，师兄的身躯也会变得残破不堪。看来，还是需要我。百鸠之阵，起！蜘蛛女，你以为凭借你的区区100只蜘蛛就能杀死一名金身要人吗？如果这些蜘蛛都服下了这个呢？解药溶于血液，那他的药人之毒是不是就可以解了？雨梦，小心！好疼！这是师兄遇到我之后第一次开口说话，那解药果然开始走向。哎，别过去！他之前融了雪薇身上的毒，后来又在鹤羽药庄把所有的毒气都吸走，现在身上5毒俱全。你疯了！大师兄体内的毒基本已经解了，只需要用真气将其余的毒逼出，便能无恙。可他身上其他的毒还没有解。无妨，我是唐绵月，这点毒奈何不了我。连月，师兄，连月，杀了我！我都不藏留佛，已经无药可救。杀了我吧！想死没这么容易。唐连月，如果毒物进入屋内，所有的人都会死。师兄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连月，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，当有人拿我的性命要挟你时，别管，向前冲！啊！听见了吗？来呀！连月！
真是对不起啊，李渊，唐门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用一双眼看世间的绝，一缕风将生为民吹灭。请你当下我这场的女子，你要好好珍惜她。大师兄。如此完美的妖人，就这么被你给毁了！这三位之前亦是接近逍遥天境的高手，可惜不如你师兄天资卓绝，可以炼制金身耀然。不过今日用来对付你们二位，我想也是足够。云梦，唐莲月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会不会娶我？会的。相逢唯愿最初目光，一如过往。那你能不能到我们星落月影阁那里还没举办过婚礼？好。都因你遥遥相望时谁的念想，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我怎么来呢？能不能阵仗大一点？这样我也会很有面子。毕竟之前都是我在追赶你，在宇哥他们面前也有些丢人呢。岁月如常，为你热着心底半生安和汹涌，愿望，青云阵地，向往着离殇，我会踏着红色的凤凰而去。灯火阑珊处时，最初目光，念不忘，年月遥傻瓜，这世上哪会真的有凤凰啊？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当雨雪守着信仰，换世间晴朗，不念离去的悲伤。这是九江琵琶境外，我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。第1道为千鸟精鸣，第2道为天雷无妄，而第3道正是千鸟精鸣和天雷无妄同时使出，火凤蓝银。
原来真的有凤凰。我带你走。皇兄，你唤我入宫，总有什么事情要谈吧？听说今日天启城中出现了一些骚乱。皇兄，你说的是那句童谣吧？难道皇兄也以为我会在明日大朝会之时造反吗？还有一封龙凤卷轴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没有下落吗？没有，但是今日他一定会现身。若风，我永远相信你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世间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同你这般拥有绝对的准则。今夜，若风一定会替皇兄拿到那封卷轴，明日大朝会一定会安然无恙。有你这句话，皇兄便放心了。今日的茶点不错，茶水也很好，都是景轩公公精心准备的吧？替陛下分忧。走。绿儿，
你可要想好了，或许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不？心中不安。好，那狗爹便帮你开刀。爹，可是你的身体……也罢，既然我会不顾一切，那么你自然也会不顾一切。我们走。停！进来说话吧。你的寒毒为何突然发作的这么严重？你是在里面吃了不该吃的东西。天水寒茶、冰月三样，都是些寻常之物。对别人是寻常之物，对你可不是。为何一定要吃？如风怎么样啊？哥哥，我好冷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死了就可以见到娘了。别说胡话。手这么冰，还不盖好被子？这被子这么薄，怎么只烧这么点炭？若风要是冻坏了，拿你是问？是奴婢无能，塞了娘娘生前留下的耳环，才让内务府的小总管松了口，说是得先紧着贵妃，但是3天后就能把炭火送到我们这儿。竟是些看人下菜碟的东西。3天不行，若风年幼体弱，不能拖到那个时候。殿下，外面那么冷，你不穿外披往外跑会生病的。殿下，要的就是这样。我和弟弟再不受宠，也是皇子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内务府是如何苛待我们的，看他们怎么在父皇那里交代。明日就是大朝会了，你觉得那些糕点是你皇兄特地为你备上的？这个答案很重要吗？我觉得是骁勇他们备下的，但你的皇兄一定知道，他只是装作什么都看不到。锦轩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孤向来不好此物，全都撤下吧。还有，告诉永儿，今后不必再送了。是。我当如何？原来是前任的几位大贱，卓清公公的师弟。3位公公，既然已经入了皇陵，为何还要出来参加这天启城的纷争？即便你们蒙住了面庞，即便我与你们从未见过一面，可我还是可以通过你们的功法认出你们。你们的所为，真以为能瞒住天下所有人吗？瞒不住又如何？史书是由胜利者撰写的，即便你是雪月剑仙，但你还是太过年轻。以你的能耐，
能胜过我们3人吗？我李寒衣出剑，从不看把握。苏沐雨，穆福生，苏子言，谢丕佑，又见面了。苏家主，当日万卷楼一别之后，你们遁入江湖，自有生路，而我们流于天启，自然要寻找新的依靠。最后，我们选择了大皇子骁勇，可没想到，还是选到苏家主的对立面呢。或许苏家主，你也可以另有选择。是啊，或许今夜之后，北离最耀眼的琅琊王就要陨落了。这个时候选择明主，才不会让暗河的子弟随着你们一起赴死啊！明主，所以你们所谓的选择是主仆的关系。苏家主认为呢？暗河只会属于自己，而我此次要找的本来也不是你们。不过今夜你们的命需要留在这里，为你们当日的选择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你大姐，卓清公公，你的表情并不惊讶，你就是来寻我的，苏家主，所求为何呢？你从皇陵中出来，琅琊王猜测你身上带着龙凤卷轴，而我今夜来此，便是为了留下那龙凤卷轴。哼，这便是你和琅琊王的交易吗？暗河的杀手为天下的大英雄琅琊王争夺一份前朝留下的传位诏书，这件事情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有几分可笑呢，像是只有那些站在光明中的人才会做的事儿。我今日做这样的事，便是为了让以后的暗河在做同样的事的时候，不再显得可笑。苏家主，若我的手中没有龙凤卷轴呢？那也无妨，因为今日除了龙凤卷轴外，你有一样东西和他们一样，也必须要留下。什么东西？你的命。你就是一上来就用出18剑阵。你们，桃儿，本来只有我们2个人来的，可他们知道消息也偷偷出发了，来的不早不晚，正是时候。这次未听军令，头儿可不要怪我们。好，放心一战，这里一切有我们。对，有我们。就凭你们，好！
夜钟已明，此刻宵禁，今夜不会有他人来扰此战。天启的朱雀大街最是繁华光明，适合苏家主这样的暗河鬼葬身。多言！真是漂亮的一剑啊！听闻卓清公公曾只差半步之遥，便能跃入神游玄境。是。然后被李先生从头顶打了一掌，便跌入了大逍遥之境。但即便如此，天启城中我仍是第一，只有国师齐天辰有资格和我一战。可他为了明日的大朝会，已经去了城外的乐歌台。我父亲曾和我说过一句话，既是吴建城城主的话，那我愿意在你死前一听。只有胜过比自己更强的对手，这场战斗才有意义。就算死，亦有意义。当有意义。大果敢动我的驴！驴啊，你放心去找你的心上人，魑魅魍魉，在我的铁魔之舞面前不堪一击。阿爹，破船还有3000钉。驴啊，狗爹答应你，我不会死的，你放心去嘛。这是约定。这是约定。驴，快走！这便是你所说的意义？是。蚍蜉撼树，不自量力。你想要杀我，实力还不足够。虚怀公，很好。苏沐雨，你很好，你的剑气更是好。你想吸走我的剑气，助自己再次破境。苏家主很聪明，若非此刻为敌，或许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我和大剑必然不会成为朋友。于黑暗之中苟活的杀手，倒有与之不配的骄傲。我们身处黑暗，却心向光明。
而你们立于光明之下，却陷入自己内心的阴影之中。这不过是苏家主你的一厢情愿罢了。你的大家长已经将你抛弃了，此刻的他正在皇宫之外劫杀琅琊王。卓青大剑，你认不认为这世间存在一种绝对的相信？我和昌河，我和沐雨，就是一种绝对的相信。大家长，是我，暗河的大家长，你卓青的送葬师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，大家长，你藏了这么久，只为方才那一掌伤我？是啊，你卓青乃是天启城第一高手。曾经更是拥有比几大剑仙更强的半步神幽境。若不找机会让你受伤，我们怎会是你的对手？你是如何躲过真言蛇的考验的？哼，那日我与你说的并没有错。我和沐雨的选择不一样，他想要和琅琊王结盟，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而我从见你的第一面起就有了新的想法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的虚怀宫、叶鼎之的虚念宫，还有我们暗河的研魔掌，根本就是出自同一本秘籍。我们的功力是相通的，而如果我能吸走你体内虚怀宫的功力，那我便将天下无敌。狂妄！哼，狂妄吗？我明明感觉我方才的那一掌已经成功了。这便是研魔掌第9重。失敬，不过区区第9重罢了。今日我就要你的功力来喂养我的掌，我要入第10重。你想借我之力入神游玄境？可惜你的第9重研魔掌是违禁。是，的确是违禁，但那又如何？我苏昌河这个人就是虚伪、贪婪、邪恶，只要能赢，便从来都不惜代价。6式研魔掌，4入轮回。你这掌中还有毒？是黄泉当铺中那条绵蛇王的毒，我特地为你取来的。卓青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已经开始计划这一刻了。我忍了这么久，配合你们演了这么久的戏，我就是为了在这里杀了你。为了杀我？当然。
距离我们第一次相逢，已经过去20多年了。我们在何时见过？苗疆，你是？我出生于圣火村。当年你奉旨前往苗疆，是为了得到我们那里的圣物火龙之。我们不愿意给，你便屠了我们整个村子。那日在万卷楼中，我不愿意看到我的秘密。是因为我一直都知道我的敌人是谁，死吧！唐姐，唐姐，唐姐，杀了他们。好。你们先回药庄，这里我和昌河处理便是。是。结束了，苏沐雨。老金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们虽然武功不济，但毕竟每个人都深藏几10年的内力，反正免不了一死，便将身上的内力都给我，让我重回那半步山崖。就你会吸内力，你给我死！我修习虚怀功的时间久矣。被我吸取功力的人不知凡几，你竟然异想天开，要吸取我的功力也不怕被称爆！暗河的送葬师也是鼎鼎大名，今日我便先为你送葬，再去杀了那纸伞鬼！苏沐雨，你先走，我拦住他。
没有用的。虚怀宫和阎魔掌同出一源，一旦开始吸取功力，就无法停下了。苏沐雨，你不要乱来，快走！为何这世间的光亮容不下我们暗河的存在？没有谁生来便是刺客，我们应当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。可为何你们一次次的阻拦我们？苏沐雨，用这门剑法，你会死的！成河，若今日我的血能让暗河的水变得清澈而不再暗淡，那我便死吧。北离开国之时，和天武帝所对峙的风月侯麾下的剑魔创下过一门剑招——迷七杀六灭剑。也罢，杀敌、杀友、杀神、杀鬼、杀劫、杀无所不在、杀无处遁形，此为七杀。灭天道、妖道、神道、鬼道、修罗道、地狱道，此为六灭。卓心公公，选择一处属于自己的归途吧。你的最强一剑，以己为名的沐雨，让我看看入魔之后的区别是怎样的吧。这一招我拦下了。这老太监怎么这么强？死吧！
生在无间城，自幼便与剑相伴。我见过世间至强一剑，用剑为过去的家人报了仇。今日只要我的剑在手，我便能为他们，为我现在的家人，开辟一个未来。你即将入网，即便杀光我，也逃不过一死。你身前无敌，可我身后有人。放在那一剑之后，沐雨已经彻底入魔。苏沐雨，沈小姐，苏沐雨，这是碧心水，可解走火入魔之症。凌轩道，哪有路可挑？奈何有挥剑出鞘。剑上暮雨潇潇，伞下潭中月照，路迢迢。尘沙扬，剑上挑，我刀光你落脚。即便要如一人过风暴，霜雪拦一角。即便还会有躲不开的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回答案了。天真如年少，追明月，踏荒郊，哪怕无人知晓。命运乱我阵脚，怕细雨打破几招，为天下苏沐雨，我讲错了，你跟我一样，都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男人。
我着了我那失职的道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本就重伤未愈，又耗费了大量的精血炼制解药，本应该被小百草彻底清除的体内的药人之毒，如今复发，应当是叶芽故意设计的。绿儿，不是有改药引之毒的药吗？以我之心炼制的药，如何解我的毒呢？宋玉，我在。杀了我，宋玉，杀了我！我不想变成药人，会很丑的。你不会死的，会有办法的。宋玉，来不及了，这次什么办法都来不及了。宋玉，真的来不及了，对不起，我们回不去呢。宋梦月，苏长华，我们一起用内力把他的毒逼出来。没用的，内力逼不出这毒。绿儿，有爹在，不会有事的。神音，天启城中也有神音，图瓦和我说过，我知道在哪里，我带他去。没想到那唐连月居然有如此实力，逼得我失去了护身药神，诈死逃脱。天启四守护还是小瞧了他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炼制出了这么多解药，小师叔也应当遭到反噬了。
弓手，不去战场上锻炼，将你的能力发扬光大，偏做暗杀这种小人行径，死了活该。把这个服下。你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救你了。你不是说我的生死与你无关，你不愿意参与天启城这些破事儿吗？你管我，我想来就来。当年我们杀入泰安殿的那一夜，可比今日凶险多了。你不是也没来天启看一眼？那一夜，我早就到了天启城。我在你身边安插了奸细，只要你遇到危险，他发出令箭，我就会提剑杀入我们。管他什么亲王、景玉王、泰安帝，我若提剑而出，那你就得跟我走。别废话了，今夜剑起，若凤离心。雨墨姐姐，你醒了。已无大碍，玄武使，进来吧。上一次受这么重的伤，还是你动的手。当时你可没现在这么着急。理什么理？坐过来说话。还是像个巨嘴葫芦。以前我总讨厌你，什么都闷着不说，但是现在我发现，原来喜欢一个人，除去言语，还能在行动和眼神中表明。经过这一遭，我也算是确认了你对我的心意。想想看，居然能拿下堂堂玄武使，也是死而无憾了吧？不会死，也不许死。这次天启之途，让我更加明确我们身上背负的责任。唐连月，我们再做个约定吧。等你我完成身上的使命，你不再是玄武使，我不再是暗河道，我们只是唐连月和沐雨墨的手。到那时，我们想说喜欢，
别喜欢，想去哪里便去哪里。念念不忘，念念遥遥，向往是谁的念想？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当陪王爷做完他想做的事，我便跟司空长风一般，抛下这座城的树，来找你。只愿此生不忘。你走吧，天启城和琅琊王都很需要你。相逢唯愿最初目光，一如过往。快去吧。不问世间悲欢，只诉愿望。听清风坦荡，听雪落戎装。笑谈踏过死生风雨。初次见你时，弄坏了你的面具，一直想再陪你一个，但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。而且，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而且什么？我不希望你再戴着面具，不希望你再隐藏自己的身份。我希望你能自由地走在阳光之下。送我一曲离歌，笑看岁月如常，为你留在心底半生愿望。此去可手艺不错，相望着离殇。最后灯火阑珊处是最初快走吧。念念不忘，念念遥遥，相望是谁的念想？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当雨雪守着信仰，换世间晴朗。5年离去的。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，你果然是在骗我。你果然还是关心我。月郎，现在天色不早了，要休息吗？我的身子还没完全恢复，你喂我吧。5年离去的悲伤，只愿此生不忘。飞虎将军，这么晚了要去哪儿？玄武使，你不是应该在？很遗憾，我回来了，回来取你的性命。燕将军，还请放下手中的武器。哼，就凭你们！将军，看来你们也得到了消息，凤栖山庄起火之后，内卫司便在第一时间接管。你绑架的那几位公子，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府邸。他们背后的势力，今夜也不会再有任何的行动，而你，也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，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真是烦人。
他到了。4天过去了，希望连月使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。首先，卓青大剑死了吗？我当时确定已经重伤他，但他应该还保留一丝气息。本来我想最后补上一招，但当时出了一些状况。后来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的尸体已经不见了。我们推测，应当是被他的徒弟景轩带走了，但是死是活，暂时也没有答案。罢了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筹谋这一切的大皇子萧勇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那夜的天启谋乱，飞虎将军典业已经认下了所有的罪责。你们的陛下就这么算了？还是说，琅琊王根本就是个摆设？自然不会。萧勇也自知，无法这么简单从这场谋乱中抽离出来，所以上书请罪，认为典业犯罪，自己也有过错，便于青天剑禁闭，放弃皇子身份，终生不涉党政。只是如此吗？琅琊王呢？他认可这个结局吗？王爷不认可。他上书参了大皇子，并附上了大皇子参与谋乱的证据。但是第2日，陛下就准了萧勇的请求。王爷进宫求见，陛下并不见。那封龙凤卷轴还没有找到吗？没有，似乎已经有人先我们一步拿走。那位似乎就此事继续展开调查。回去吧。2个答案没有一个令人满意。大家长接下来打算如何？我等苏沐雨醒了再说。他醒了我就听他的，毕竟天启是他决定来的。他醒不了，我会拔刀杀人。萧勇要死，琅琊王也要死。走吧。我是不是对你的小情郎凶了一些？同你往日比起来，还是温和了些。与你的心上人一同经历了一场生死，怎么感觉你好像并不开心？如今这样的情形，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开心呢？雨墨，如今穆家只能依靠你一个人了。我明白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穆家家主，所有的儿女情长都会放之身后。你做得到？你放心，而且他既给了我允诺，我又何必着急呢？去吧。你终于醒了。
白鹤南飞，淮水相望。神医最后走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痛苦。是哲叔用我的寸指剑，直接……你知道的，哲叔向来干净利落。神医还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，就已经结束了。哲叔说，既然你已经晕了过去，那这件事便只能由他来做。他们等了你2日，可你一直没有醒来。哲叔会先把尸体运回药王谷，以后每年清明、忌日，他们都会在药王谷给你准备1壶酒。等你去那儿。叶雅呢？据雨墨所说，应当是被火凤来意给烧死了。小雅呢？他认了罪，但是他这条命被他的皇帝父亲给保下了，只是去了青天监管禁闭。琅琊王问我你的决定，我说等你醒来，便听你的。王爷，苏沐雨醒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只见到了苏长河。那安和的大家长怎么说？他说，若是苏沐雨醒来，他便听苏沐雨的决定；若是苏沐雨醒不过来，他会杀了萧勇和你。或许不需要等了他拔刀了。你是何人？来此送葬，为你身后之。大胆！大胆吗？我有一个好朋友救下了你儿子的性命，可你身后的这个人，却又夺走了他的性命。我不该来此送葬吗？是你们，可是他已经请罪入了青天剑，陛下下了圣谕准予，如今他的性命只归天命。我即是天命。殿下打算去关禁闭吗？苏家主。
们已经赢了，琅琊王他们定然会遵循之前和你们的约定，让你们的暗河走入属于自己的光明，又何必咄咄相逼呢？所以皇子便可以肆意的杀人，就算最后要接受惩罚，只要放弃自己的身份，便能苟活一世，对吗？我还未踏入青天界，我现在还是一位皇子。你知道当街杀死一名皇子是什么样的罪孽吗？你们暗河将永永远远不可能迎来所谓的光明，影子永远是影子，一旦碰到阳光就会消失。你们会成为北离最大的通缉犯，你们的画像将会一直被张贴在每座城池最显眼的地方。青阳和雪薇死的时候，雨墨问过我一个问题：曾经的我们，同伴的生死似乎早就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。可如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，通往彼岸的路，究竟还要死多少人？我有我的选择，为神医，为青阳，为雪薇，为每一个因你们操控而死的同伴复仇。我的选择自有我的意义。从今以后，整座天启城当记住我们暗河的名字。没有人能再将我们当作可以肆意操控的棋子，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这样做的代价。怎么，你也感受到它的气息了？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这。苏云霄，我吕太现在啷子了？他没事了，你放心。我既然出手了，就一定会救下他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讲。我要暂时带走这位神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接下来要练一门功夫，随时需要一位神医候在一旁。我不想被苏沐雨盯上，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你知道我的性格，你若敢多言一句，白鹤怀就永远不会回来了。
你说，苏沐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真是令人好奇呀。在看到了无限接近光明之后，又坠入永无止境的黑暗。我们要离开天启城了，来和琅琊王告个别。或许你们不该杀死萧勇，此事有很多种解决办法，可你们选择了最无法挽回的一种。别人都说我是个疯子，我这兄弟其实也是。琅琊王殿下，或许暗河的彼岸并非最初我们期盼的那样，我们想成为的是可立于光明之下的人，并非权力斗争下的棋子。萧勇若去了青天剑，在国师启天辰的浮沉之下，很难再寻机会。可萧勇死了，很多事情会变得很麻烦。或许在从前，暗河立于黑暗之中；或许在未来，暗河仍无法行走于光明之下。可至少在此刻，我们拥有属于自己心中的正义，而在这正义之中，骁勇当死。下次若再敢拿我们当棋子，可休怪我们成为下棋之人。我和昌河会回大暗河，以后会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，彼岸终会到达，无论过程有多艰难。好，那希望我们再会的时候不会是敌人。可我们也很难成为朋友吧？走了。国师，大皇子萧勇在来青天剑的路上被人给杀了。谁动的手？我只见过其中一人，当年来过青天剑之外，被国师您一道皇符给打退了。或许当日是我狭隘了。这位苏家主是值得一见之人。鱼，怎么了？会后悔吗？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可那一剑之后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琅琊王帮不了我们的，他马上就要死了。他想在死前为自己在意的人铺好路，可是他所在意的那些人，要走的却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路。这天启城的大乱才刚刚开始。不过，那和我们暂时没有关系。的世界有难舍的执念，欣喜将自己丢却，
还好有爱，爱人间半年月。曾有一极地地狱，可见光明。一生的风雪会一生注定对决。云雾皆散，得见明月。驾！两人就这么一同朝前狂奔着，似乎此行没有终点，而亦没有归途。彼时，距离暗河下次踏入江湖还有8年，而距离苏沐雨和白鹤怀的重逢，则还有整整12年。赵岩，让我自己单独待一会儿。好。明轩道，哪有路可挑？奈何有挥剑出鞘。肩上暮云潇潇，伞下潭中月照路迢迢。尘沙扬，肩上挑我刀光你落脚。即便要独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，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晓。
上暮雨潇潇，伞下潭中月照路迢迢。尘沙扬，肩上挑我刀光你落脚。即便要渡一人过风暴，霜雪拦一角。即便还会有躲不开的喧嚣，为心中的安被找到。